欢迎回到世琴说频道。这次带给大家的是汉乐府歌词中的白马篇，一共有3首。这3首白马篇的作者分别是三国时期的曹植、隋朝的隋炀帝杨广，还有唐代的诗仙李白。这3个人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他们所描述、所讴歌的都是边塞军旅中的英雄人物。因为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都不一样，所以创作的目的性和诗人的视角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3首诗到底有什么不同吧。欢迎还没有订阅的朋友点击订阅并分享推荐。为了保持诗人的原意和原音，下面诗中的一些韵脚可能会用中古音来诵读。这些中古汉语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语音，继承自上古汉语。我们现在使用的近代汉语也是由此发展而来，因此读起来有可能会让朋友们感到有些特别。白马篇，曹植。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忧病游侠泥。少小去乡邑，阳生沙漠垂。宿昔秉良弓，苦使何参差。空悬破左敌，诱发崔月之。仰首皆飞挠，俯身散马蹄。皎洁过侯园，永标若豹痴。边城多荆棘，路迹数千里。羽檄从北来，立马登高低。长驱导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回？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明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与边氏所生的第3子。他是魏文帝曹丕的同胞兄弟。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和集大成者，在我国诗歌领域有着崇高的地位。曹植的诗气局深宏，笔力雄健，意境悠远，想象丰富，文思富善，辞藻华美。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的赏识和喜爱，几乎被立为太子。终因任性而行，不自雕砺，饮酒不节而失宠。他的创作
以建安2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是建安文学成就的最高者。南朝文学家谢灵运评价他是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文学批评家钟嵘称赞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苑，体备文质，灿意古今，卓而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让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一下眼前的画面。苍凉的荒原之中，一人一马，流星般的一闪而逝，雕刻着繁复纹样的黄金辔头，戴在这匹纯白色的名贵战马头上。一位俊逸英武、神色凛然的侠客，骑着这匹快马，迎着风，衣袂飘飞。一人一马如同空中翻飞翱翔的鸿雁一般，向西北荒漠疾驰而去。有位神态庄严肃穆的行人问道：这究竟是谁家的子弟，如此豪迈勇武，英气袭人？旁人回答道：他是幽州和滨州一带有名的游侠，从小就离开了家乡，在沙漠之中行侠仗义。那时他手携进弓，背负长剑，纵马驱驰，右手控弦击穿左面的箭靶，左手引弓击毁月支箭靶，抬手将射落的飞挠接住，俯下身去把马蹄把射碎。矫健的身手比猴和猿还要敏捷，勇猛彪悍比虎豹和螭龙还要猛烈。因为边疆屡次传来匈奴入侵劫掠烧杀边城民众的警报，敌人的骑兵犹疑不定，难以防范。最近边疆的急报再度传来，关内震动，百姓惶恐，所以这位侠士再也按耐不住胸中的激愤，策马而起。只见这位义士登高远望，向着匈奴和鲜卑的战阵长驱直入，将其踏破。当他奋勇杀敌的身影在锋刃之间游走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安危？他连父母都无法顾及，更何况是妻子和儿女。既然名字已记在壮士的脊彻之上，便无法顾及个人的一切。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安定和平，即使牺牲自己，直面死亡，也在所不惜。白马篇又名游侠篇，是曹植创作的乐府新题，属于杂曲歌齐色行，是曹植早期的代表作。世秦认为，国之所以称为国，是因为有民众，这些民众都有着相同的信念，共同的追求，因此一定是先有民才有国，国为民而立，民为国之本。曹植生长于军旅，自称生乎乱，长乎军，就是出生于乱世，成长于军中。他对战争之中的民众
苦难，耳闻目见，抱有深深的怜悯和同情之心，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战乱早日平息，百姓得以回归安定的生活。在这首诗中，他以激荡豪迈的笔触和形象生动的画面，描摹了一位边塞的游侠捐躯赴难、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塑造了边疆地区一位武艺精湛、渴望为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少年游侠形象，体现了曹植急切希望能够领军出征、建功立业的强烈意愿。全诗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白色和金色起手，引起读者关注。紧接着，翩翩少年的出场更是聚集人们的目光。以曹植为原型的这位少年，刚劲猛烈之气一扫东汉末年社会之中弥漫的柔靡之风，一位少年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诗人用借问的手法，将英雄赴国难的事件提高了一个维度，整个故事的情节立刻丰满了起来。回答之人是谁，作者没有提；提问之人是谁，诗人也没有说。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回答之人何以对这位游侠的名气和经历，甚至是内心世界如此了解？他是不是这位游侠的朋友，甚至是亲人？另外，借问之人又是谁？何以对这位豪侠如此关切？他是不是本来就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将帅，与这位侠士同属仁人志士，与之惺惺相惜，希望更多的义士能够像他一样挺身而出，为民除害，拯救民众于水火。曹植的白马篇全诗立意高远，至公无私，气势雄浑，词语精当。诗中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既是对英雄的歌咏，又是诗人的内心独白，凝聚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塑造了一个品德高尚、重义轻身的勇士形象，歌颂了他为了拯救百姓免受凶恶之徒的蹂躏，秉义忘身、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寄托了诗人褒扬尚武精神，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凌云壮志。接下来让我们再回顾一遍这首诗吧。白马是金鸡，连篇西北陟。借问谁家子，忧病游侠泥。少小去乡邑，阳生沙漠垂。宿昔秉良弓，苦使何参差。空悬破左敌，右发崔越之。仰首皆飞挠，俯身散马蹄。皎洁过侯园，永标若豹痴。边城多荆棘，路迹数千里。羽檄从北来，立马登高低。长驱倒匈奴，左顾临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回？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明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捐躯赴国难，视死
忽如归。这首诗的确是一座常人难以企及的人文高峰，以致后人将之视作典范，不断模仿，却难以超越。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精品，隋炀帝杨广的《白马篇》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将一同欣赏隋炀帝杨广的《白马篇》，让我们看一看二者所写的诗作到底有哪些不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极具帝王气象、充满英武之气、场面极其宏大的诗篇与曹植的那篇《白马篇》到底有什么不同吧。欢迎还没有订阅的朋友点击订阅并分享推荐。白马篇，杨广。白马金巨装，横行潦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闻溪六竹铠，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龙属善威强。轮台受降虏，高阙简明王。射雄入飞冠，教猎下长阳。英明七未获，志策灭平凉。导夷实施礼，会服犯边疆。征兵即冀北，轻骑出渔阳。急军随日运，挑战逐星芒。阵移龙势动，迎开虎翼张。冲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汤。陈飞战鼓急，风交争沛阳。转斗平华地，追奔扫代方。本持身许国，况负武力彰。会令千载后，流域满其长。史书记载，大业9年正月，隋炀帝召集天下兵，集涿郡，修辽东古城，以储军粮。3月戊寅，幸辽东。他倾全国之兵，竭全国之财，大举征讨辽东的高句丽。此诗尽书奋笔，气势宏阔，以横行辽水傍、征兵即冀北等句详述了征辽之事，并且开始远征辽东的军事行动。隋炀帝抱着必胜的信念，写下了下面这首著名的诗作，让我们联想一下。一位金盔宝甲，手持如霜长剑，背负明弓利箭的少年，骑着一匹装备着黄金重铠战具的白色宝马，横行于辽水之滨的战阵之中。只见他在马上纵横往来，在敌军之中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有人问道，这位勇冠3军的英雄是谁家的子弟？答道，他是执掌宿卫的羽林军上将。只见他身穿工艺繁复、质地考究的西甲制作的6主宝铠，手挥闪烁着如同北斗七星的光芒的锋利宝剑，鸣笛到处，
万箭齐发，响声震动山谷，叫声悠长，众军向前，疆域越发辽远。在皖河一带，他的勇气为众军所推崇；在龙蜀之间，他专善强盛的兵威；在西域的轮台，接受强虏的投降；在漠北的高阙，剪除名声显赫的君王。射杀猛兽之后，进入宫廷双阙之中，南下长阳宫，开始大型的教练。他勇武的英明可以欺压卫青和霍去病，他的智谋和策略能够藐视陈平和张良。导夷无礼来犯，穿着草芥一般的军装，不自量力地侵略边疆。他在冀北之地征兵，派出精锐的骑兵从渔阳发兵。适宜发起进攻的日运之日，大军聚集，在彗星出现的夜晚，向敌军发起挑战。军阵的移动像龙蛇之势，营垒的开放如同虎翼张开，长翼的怒气将冠冕冲起，振臂高呼，万军攻破固若金汤的敌军城池。漫天的征尘随着发布禁忌命令的急促战鼓声声飞舞，往来交织的旋风在旌旗之间任意飞扬。南征北战平定了华夏大地，乘胜追击扫平了代方之地。本已持定以身许国的志向，更何况现在武力已经彰显，功业已经建立，想必千年之后，王师旗帜所到之处，定会充满赞誉之声。隋炀帝的这首诗场面宏大，风标别具，从气象和叙事手法以及诗句的铺排等方面，的确是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但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这场征辽之战耗尽了民财民力，将富庶兴盛的隋朝带入了连绵的内战之中。我们知道，古代战阵约束极严，没有号令不得随意移动。但是从诗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来自御林军的少年将领却可以在战阵前恣意横行，冲破敌阵，可见他的地位的特殊性。除了军中的将帅之外，再无别人可以如此任意而为。诗中首句便以金具装和横行两个词，凸显了少年的身份尊贵性。前四句点出了主人公尊贵的身份和战争前夜的背景描述，接下来四句向读者显示了主人公极高的武艺和名声，以及谋略与功业。英明戚未获，志策灭平凉，让人听起来的确感觉写得有些吹嘘的意味。但是熟知历史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杨广此言非虚。汉初高祖刘邦被匈奴单于围困，靠着陈平对单于爱姬的贿赂得以侥幸逃脱。张良作为汉朝开国第一谋士，奠定大汉400年之基，其身份一是韩国丞相的后人，二是谋臣之首，却终究是臣属身份，而非帝室之胄。杨广以平南陈、开运河、定突厥、兴科考、平辽东等功业，和争取到了高讲和杨素等重臣的支持，赴中华消外患，将隋朝推向鼎盛的巅峰，的确足以以王者之姿蔑视二人。但是自大的尽头终究是灭亡的开始，没有人能逃脱这一历史定律。
如果杨广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住谦卑虚心的心态，将民众的安危和利益置于首位，明白上天立王治国的目的是帮助生民谋取福祉，而非满足自己的无尽欲望，对前贤和群下有着一贯的礼贤爱贤之心，历史上必将多出一位徽同日月的王者。在接下来的8句是说明出兵的原因，高句丽的不臣和对辽东的侵占，因此隋朝才大举兴兵，集结于边城之蓟北，遣军从渔阳出兵，挑选日运和彗星出现的大凶之日出兵，以其克敌制胜。紧接着是对战争场面的详细描写，如同一幅生动的画面浮现在人们的面前。只见那军阵随着战事的推进，在主帅的指挥下灵动如巨龙蜿蜒，营垒敞开，英勇的军士奋发如插翅猛虎般向敌阵猛攻。战事危急，主将奋不顾身杀入了极为危险的敌阵之中的必死之地，以擒敌酋。将士们受到鼓舞和激励，舍生忘死的随之一起进攻。他振臂高呼，身先士卒，率众军越过宽阔的护城河，冲入高峻的城墙，终于将坚城攻取。紧接着又乘胜追击，收复了失地，平定了辽东，倾覆了敌军，完求举国投降。结尾2句直抒胸臆，道出诗人本心。诗人本就抱定帝王护国的必死之心，率大军亲征，以求后世100年之安定。诗歌是诗人内心的写照，想来隋炀帝杨广一定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本就做好了以身殉国的思想准备，更何况是战胜之后的全身而退，功成名就。他希冀着自己在千百年之后能够得到后人的敬仰和赞誉。虽然作为诗歌来说，这首《白马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极具魅力，是文学作品中十分难得的上品之作，但是如果从人文关怀的视角来细细的体察，就会觉得似乎哪里有些不太对。这里面对百姓军民生死安危的关切显然十分的淡漠，只是一味的称夸战绩、谋略和功业，而国家的根本民众的利益却被弃之不顾。诗人在这首作品中将这位英武之名可以欺压卫青和霍去病，智略之策足以藐视陈平和张良的将帅抬得极高，对未来的设想过于自信。不可否认的是，杨广作为督战的统帅，虽然是在建立隋朝的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那也是在名臣李德林和名将杨素等人的辅佐之下，以绝对优势的重兵才得以平定南陈，完成南北统一。功成名就之后，杨广摘下了从前礼贤下士、谦逊有德的脸谱，变得高傲膨胀起来。隋朝的衰落，究其根底，还是杨广的心态出现了问题。说到这儿，又引出了一首关于李花开杨花落的童谣，预示着杨性的隋朝将被李性的朝代所代替。这种心态上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杨广对未来的极度灰心，以及对百姓
敲鼓吸髓似的横征暴敛，以致国本动摇，民心尽失。后来征辽虽然勉强成功，但代价极大，因为沉重的徭役，中原民变频发，朝中人心浮动，君臣离心离德，隋军首尾难顾，应接不暇，最终造成了隋朝的覆灭，良为可叹。推翻隋朝的唐朝统治者，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抹去了许多隋唐之际的历史真相，而且在历史上没有采用杨同为杨广所上，意为照临四方的上等谥号隋明帝，而是给予了杨广一个意为号内原理的下等谥号隋炀帝，无视了杨广的许多历史功绩，使杨广一直被后代称为荒淫无道的暴君，并且成为了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代名词。但功是功，过是过，杨广所留给后世的遗惠至今的，不论出身贵贱，考卷面前一律平等的科考制度，还有开通南北漕运水路的京杭运河等巨大工业，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从诗作的立意来看，此篇与曹植《白马篇》中那位豪侠维护民众、舍身赴难的精神境界相比，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一个是为了驱逐残杀百姓的匈奴而舍生取义，一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尊严舍本逐末。倾举国之力，一定要亲自征服辽东偏僻之地。无论如何，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谁也无法否认杨广此诗的壮美瑰丽和只有帝王才能够写出的雄伟气势，实为历代诗歌佳作中的佳作，上品中的上品。让我们再诵读欣赏一遍吧。白马篇，杨广。白马金巨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素谓羽林郎。闻溪六竹铠，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迥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龙属善威强。轮台受降虏，高阙简明王。射穷入飞冠，教猎下长阳。英明七未获，志策灭平凉。导夷实施礼，会服犯边疆。征兵即冀北，轻骑出渔阳。急军随日运，挑战逐星芒。阵移龙势动，迎开虎翼张。冲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汤。陈飞战鼓急，风交争沛阳。转斗平华地，追奔扫代方。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力彰。会令千载后，流域满其长。关于白马篇，我们的诗仙李白也有一篇著述。
我们会一同欣赏李白的《白马篇》，看一看李白的诗作是怎样的一种风格。现在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诗仙李白这首放荡不羁、豪气干云、极具个性的诗作，到底与曹植的《白马篇》、杨广的《白马篇》都有哪些不同吧？欢迎还没有订阅的朋友点击订阅并分享推荐。《白马篇》李白。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士万乘，轩盖一河高。公催南山虎，手接太行挠。酒后敬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聚梦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归来19气，未肯拜萧曹。休入原县市，荒淫饮蓬蒿。李白是屈原之后最具个性、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为盛唐名臣贺知章所推崇。贺知章赞誉其为谪仙人，世称诗仙，与诗圣杜甫并称李杜。李白推崇道家思想，诗作大多以任情率真为主，表现出蔑视礼法、对人性的束缚、崇尚自然、藐视权贵的傲岸精神，对民众遭遇的疾苦和艰辛表示同情，对自然景色深为喜爱。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达到了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李白的这首《白马篇》全诗寓意深刻，既有热血满腔的豪情，又有壮志未酬的苦闷，还有试图颠簸官场失意、胸怀大志而不受重用的憾恨之情。此诗上承曹植《白马篇》的精神而来，但又突出了与之不同的侠客形象，表达了一种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体现了诗人的个性和时代色彩。他的这首《白马篇》究竟描述了什么？我们不妨一起来欣赏一下。纯白如雪的高大神俊的龙马，金鞍上面坐着一位出身于武陵豪族的豪侠，他手中锋利明亮如同秋霜一般的剑刃，可以切金截玉。身上衣袍点缀着明珠，耀眼的可以让天上的太阳坠落。凭借着斗鸡的技巧侍奉天子，当时的声势是何等的煊赫。他身背宝弓，射杀南山猛虎，徒手可以抓住穿梭于太行山丛林之中的往来如飞的猿猴。酒酣耳热之际，与人一较武艺高下，3杯过后，
舞弄随身的宝刀，舞到兴起，刀影与身形混作一处，只见白光一团，举座皆惊。豪侠武艺惊绝，在江湖之间行走，杀人如麻，无人可挡。一同郊游来往的友人，都是巨梦那样的爱打抱不平、扶弱济贫、不求报酬的勇猛之士。一日忽被义愤所感，出函谷关，入临洮，随军征战，所向无敌，击溃匈奴。凯旋而归时，乘着酒气，既不肯臣服于萧何、曹参那样的权贵之下，也不愿像袁宪那样隐没于市井之间，默默无闻。在这首诗里，诗人以热烈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夸张的语言，刻画了一个武艺高强、报国杀敌、功成隐退的侠客形象。他出身高贵，健如秋霜，袍饰明珠，艺高胆大，堪与名侠巨梦比肩。他虽身经百战，威震胡虏，但攻城后又任性持久，不肯俯身下拜萧何、曹参之类的高官，而是隐居于荒山野径。他潇洒倜傥，豪迈勇敢，不拘礼法，嫉恶如仇。让我们一起再来品读一遍吧。白马篇，李白。龙马雪花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士万乘，轩盖一河高。公催南山虎，手接太行挠。酒后敬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巨梦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智诈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归来时酒气，未肯拜萧曹。休入袁县室，荒吟饮蓬蒿。好了，现在曹植、杨广、李白三位诗人的白马篇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一遍。我们知道曹植是歌颂游侠，意在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氏势力招来各方的隐士和英贤，激励军中士气，以期平定天下，使百姓免受战争的荼毒。杨广是以名将自喻，抒发征辽的雄心壮志。李白是借歌咏隐没在军中的豪侠，来表达自己因不肯向权势低头而遭遇权贵打压的心中不平之气。了解了这三首白马篇之后，朋友们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欢迎订阅和分享支持，下期见。